据爱宝乐园的消息，双胞胎熊猫宝宝的姓名将在700天的时候公布，而现在每天投票的人数依旧很多。今天依依来看福宝时，福宝正在树上用小脚给自己挠痒，福宝肉嘟嘟的样子简直太让人喜欢了。福宝给自己挠完痒后，对着姨姨们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。窗外的姨姨们看到福宝打哈欠的样子，自己也忍不住想打。打哈欠是有传染性的。福宝坐在树上尽显可爱，每一个动作都萌萌的。福宝在树上玩耍够后，来到了小亭子旁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福宝想回家，但发现通道门没有开，福宝只好在小亭子旁等待。不过福宝这次等待的时间不算太久，爷爷便将通道门打开了。福宝开心的回房间休息。等福宝再出来时，小亭子上又放置了满满的竹子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，细嚼慢咽的吃着。福宝的小眼睛炯炯有神，直勾勾的看着窗外，但是手上和嘴上一直没有停下，不断的给自己的嘴里放竹叶。依依看了福宝5分钟的吃播之后，去重新排队。等依依排队完回来时，已经快到福宝的下班点了。福宝此时已经等不及的来到了通道门口，等待通道门的打开，自己好回家。而爷爷为了稳定福宝的情绪，给福宝送来了一捧新的竹子，想让福宝一边吃一边等。一开始福宝并没有要吃竹子的想法，只是一直蹲坐在门口。但福宝没想到爷爷久久没开门，而福宝也着实无聊，福宝只好用身旁的竹子来打发时间。福宝挑拣着身旁的竹子，福宝吃上竹子后，神态看上去明显轻松了许多。相信福宝吃完竹子，爷爷就会给福宝开门了。宋爷爷将竹子一点一点的放在福宝屁股下面，爷爷的目的是方便福宝吃竹子。宋爷爷直接将竹子递到福宝的嘴前，福宝接过爷爷的竹子，坐在小滑梯上乖乖进食着。爷爷拉着福宝给福宝转了个圈儿，福宝被爷爷弄得还挺开心的。宋爷爷将另外的一捧竹子放在福宝身后，爷爷让福宝坐好慢慢吃。福宝试着爷爷在摸自己，一下向后倒去。福宝想躺进爷爷的怀里，让爷爷陪自己玩，但爷爷还有事情要忙，便离开了。福宝一个转身看向爷爷，福宝想让爷爷留下来，而福宝的这个转身给竹子全弄掉了。爷爷看到后折返回来，将福宝的竹子捡了起来。福宝看到爷爷回来了，也坐了起来。福宝接过爷爷给的竹子，开心的吃着。福宝这可爱的样子简直和人类小孩一模一样，古灵精怪的。福宝迎面晒着太阳吃着竹子，画面看上去既温馨又可爱。福宝吃完竹子后，来到小滑梯下面，福宝蹲在从滑梯上掉落的竹子堆里，开始拉青团。福宝拉青团时，小眼睛四处观察着，不知道被人围观拉青团到底是什么感受。好在福宝心理承受能力很强，这要是放在人类身上，被人围观那不得找个地方直接钻起来。福宝拉完青团后，还大方地走到窗前，和围观自己的游客们打招呼。福宝在园区兜兜转转，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小滑梯上。福宝在上面看着园区，思考着自己玩点什么好呢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这儿也正在营业。乐宝给自己倒挂在树缝里，玩耍着奶爸给自己挂在树上的大竹筒。不过等乐宝想给自己坐起来时，却突然发现有点难度了。乐宝为了缓解尴尬，又继续假装自己是在玩竹筒，而实际上乐宝是为了给自己恢复一下体力。等乐宝感觉自己体力恢复差不多后，再次尝试。这次乐宝灵巧地抓住了一旁的树干，成功给自己挣脱了出来。挣脱出来后的乐宝开心地对着树枝给自己做了一下标记，看起来乐宝是真的喜欢奶爸给自己的这个玩具。乐宝在树缝中辗转腾挪，表达着此刻自己开心的情绪。福宝正在滑梯平台上埋头呼呼大睡，宋爷爷在园区来回走动，福宝都没有受到丝毫影响，这反而让宋爷爷无聊。宋爷爷从小木床上拿过一块胡萝卜来，递到福宝的面前，似乎是打算用胡萝卜让福宝强行开机。福宝闻到胡萝卜的香味后醒了过来，宋爷爷将胡萝卜递给福宝，然后给福宝转了个圈儿。福宝险些从小滑梯上摔下去，好在宋爷爷的手上并没有放开福宝。宋爷爷等福宝抓住支撑点后，让福宝自己从滑梯平台上下去。宋爷爷给福宝拖到小木床上的靠背前，迷迷糊糊的福宝表示自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了营业。福宝给自己缓了缓，福宝此时憨萌憨萌的。福宝对着手里的胡萝卜啃了一口，感觉味道还不错。福宝将胡萝卜放在嘴里，然后打算给自己换个地方。福宝又重新爬回了小亭子上。小时候的福宝独爱自己的小滑梯，因为在小滑梯上遇到危险，福宝可以第一时间爬到树上。福宝呆坐在滑梯上啃着自己的胡萝卜，此时的福宝牙还没长齐。福宝对着胡萝卜啃了半天，只是对其留下了几个牙印。福宝啃到最后啃得都累了，却还剩大半块。福宝将其放在了自己的小餐桌上，打算休息一会儿再吃。
而与此同时，乐宝今天爬到了树顶，站在高高的枝头上，和姨姨们来了一个近距离接触。乐宝站在树上，展示着自己雄壮的身体，像是在问姨姨们：“我帅不帅？”姨姨们连连点头。不过下一秒，乐宝听到了通道门打开的声音，乐宝立刻从树上下去，边下树边跟姨姨们告别。今天自己的营业时间到了，明天再给大家展示。而福宝这儿，圣希阿姨来做下班前的工作了。圣希阿姨将刚才爱宝吃剩的竹子收拾好带走，之后又拿来清理青团的工具，来园区寻找爱宝的青团。有时候爱宝会将青团拉在草丛里，所以清理青团时，圣希阿姨会仔细很多。圣希阿姨反复确认没有后才离开。一会儿，爱宝从室外回来了。爱宝看到福宝滑梯平台上还有块胡萝卜，爱宝将其拿过来吃掉，然后问福宝要不要回家。看到福宝没有要回家的意向，爱宝便先自己回去了。而下班的收熊工作则交给爷爷来完成了。宋爷爷和江爷爷今天两人一起来为乐宝打扫园区。宋爷爷对乐宝吃剩的竹子进行收拾，乐宝竹子吃的哪都是，而江爷爷则是视察了一下园区植物的状况。宋爷爷将乐宝吃剩的竹子扛到身上带走，将其放下后，宋爷爷紧接着便又给乐宝带来了新的竹子。宋爷爷来来回回的去拿清理青团的工具，来为乐宝的青团打扫卫生。今天乐宝没有动用他的自动马桶，而是拉在了小亭子下面。宋爷爷将青团收拾好后便离开了。紧接着乐宝的通道门打开，乐宝缓缓走进园区，开始了新一天的营业。乐宝远远的望了一下小木床，看到小木床上空空的后，乐宝便转身来到了小亭子上。乐宝来到小亭子上后，便开始对着奶爸放置的胡萝卜和窝头大快朵颐。宋爷爷收拾完乐宝园区后，又来到了福宝园区。此时福宝正在树上悄悄看着爷爷。福宝表示爷爷打扫的可真干净。宋爷爷给福宝和爱宝没吃的竹子搬走之后，宋爷爷又拿了一小捧竹子回来给福宝，试图让福宝从树上下来。因为小时候的福宝经常爬到树上后便不再下来，不管是爷爷和妈妈都对福宝没有一点办法，每次爷爷都只能是开着通道门，等福宝自己想下来时才行。而作为母亲的爱宝每次也会试图喊2声让福宝回家，然后发现根本没用后自己再独自回家。宋爷爷将竹子放在小树上后，然后拿来一个塑料袋来捡拾青团，顺便等待着福宝从树上下来。而乐宝这也吃完饭了，开始围着园区散步。乐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之后转到了自己的通道门口。乐宝趴在门口仔细听了听有没有奶爸的脚步声。乐宝凑近听了半天，什么也没发现。之后乐宝直接来到爷爷出入的门口继续侦查，看着门上这阴沉的痕迹，这可不是爷爷们不爱干净，因为都是乐宝的杰作，两个爷爷想对其进行保留，而乐宝还每天都会对其进行一下巩固。福宝今天来到园区后并不开心，福宝刚出门就想要回去，福宝站在门口不断徘徊，示意让爷爷给自己开门。一会儿，江爷爷看到了福宝的异常，拿来窝头和胡萝卜安慰福宝，问福宝为什么不开心。此时是福宝刚独立不久，想必是想妈妈了吧。江爷爷蹲坐在福宝的面前，一口一口的喂着福宝。江爷爷的样子就像是在哄自己家里的宝贝女儿一样，投喂福宝的同时，爷爷还细节的为福宝处理着眼上的眼屎，直到江爷爷看到福宝心态稳定后，脸上才露出笑容。江爷爷将手里的小零食投喂完离开，而福宝因为刚才吃上了好吃的，心情也好了许多。俗话说吃饱了不想家，福宝来到了草丛中拉青团。大熊猫将青团拉在草丛里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，因为在野外，大熊猫会将自己的青团藏起来，防止敌人发现自己的位置。福宝拉完青团后来到了树上休息，而不放心福宝的江爷爷则不断来园区查看，而福宝则是在树上一直看着爷爷来来回回的走动。一会儿，江爷爷给福宝从外面折来了一根竹子，想让福宝多吃一些，只有好好吃饭，身体才不会出问题。爷爷放下竹子刚离开，圣希阿姨也走了进来，为福宝放置竹子。两个饲养员对福宝贴身照顾，福宝的小眼睛一会儿看看江爷爷，一会儿看看圣希阿姨。虽然福宝什么也没干，但感觉福宝也挺忙的。一会儿，圣希阿姨和江爷爷离开，福宝从树上走了下来，而江爷爷则又给福宝送了块胡萝卜过来，然后将小亭子上的胡萝卜放置在了小木床上。而从福宝现在的状态看上去，福宝的心情明显恢复了。爱宝坐在小木床上休息，而福宝撅起屁股就对着妈妈做起了标记，直到福宝的标记做到了爱宝的脸上。爱宝转头向福宝的尾巴咬去，而福宝很快便反应了过来，用自己的小腿不断去蹬妈妈的头，试图给妈妈蹬开。爱宝紧紧咬着福宝的尾巴，福宝的这点力气在爱宝这根本没有什么伤害力。爱宝看到福宝快掉下去了，
一转身又给福宝拉了上来。福宝在妈妈怀里拼命的挣扎着，试图跟妈妈认错，让妈妈给自己放开。爱宝答应了，爱宝一用力，给福宝从小木床上推了下去，成全了福宝。福宝刚好摔进了妈妈拉的青团堆里。福宝站起身，重新爬回小木床，而福宝身上已然沾满了青团残渣。爱宝看到福宝自己又爬上来了，又给福宝推了下去。这次福宝正好，完全坐在了青团上。福宝稍微给自己缓了缓，一转身发现妈妈去了室外园区。福宝一路小跑，立马跟上妈妈。福宝跟着妈妈来到室外后，福宝又跟妈妈抢上了饮水盆，母女俩又在饮水盆前动起了手。爱宝叼着福宝的脖领子，问福宝怎么个事儿，对着福宝的脸就来了一巴掌。而不服气的福宝也伸出小手，不断的拍打着妈妈。而爱宝不想和福宝置气，转身离开。福宝则在小泳池里玩耍了起来，用自己的小手不断扒拉着水花。等福宝玩耍完再上来时，福宝发现妈妈已经走了，回到了室内园区。而福宝看着自己湿淋淋的身体，打算爬到树上去给自己晒一晒。福宝站在树上呼喊着妈妈。爱宝听到福宝的挑衅声，折返了回来。爱宝也想爬到树上，但福宝却占据高处后，不断的拍打着妈妈的头，阻击着妈妈。母女俩谁也没有留手，而爱宝则用力咬着福宝的脖领子，用力给福宝向下拉拽。最后福宝因为自己没抓稳，直直的从树上坠落下来。摔下来的福宝依旧不服，而爱宝转头跑去了室内园区。福宝则紧跟妈妈屁股后面也追了上去。福宝一个360度空中旋转后正面落地，看得窗外的姨姨们惊呼连连。早上福宝来园区时身上还算白净，直到随着福宝开始探查园区的角角落落。福宝先是到独木桥上观察了一下，结果脚滑不小心从上面摔了下来。这时福宝身上开始有了第一抹黑色。福宝围着园区逛了一圈，来到妈妈身边，啃了2口刚才妈妈吃过的竹子。福宝本想钻到妈妈身后，结果没注意脚下已经没落点了，一个空中360度旋转，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。不过此时福宝身上还能看得过去，直到福宝到自己的小泳池里泡了会儿澡。福宝从泳池里出来时，身上已是湿乎乎的了。福宝在园区里四处打转，而爱宝看着眼前脏兮兮的福宝，连打他的欲望都没有了，生怕福宝给自己弄脏身体。而福宝则蹦蹦跳跳的又去到了树上，福宝拿身体当拖把，给小树干擦拭了一遍。福宝从树上下来后，来到通往室外的门口找妈妈。福宝趁妈妈不注意，一下扑在了妈妈身上。爱宝有点嫌弃福宝，试图让福宝走开。爱宝惹不起躲得起，爱宝怕福宝给自己搞脏身体，藏到了滑梯下面。而福宝则爬到滑梯上，用自己湿乎乎的身子给滑梯擦了一遍。不过福宝重重摔在地上，这次福宝身上已经变了颜色，成了雄健雄贤的状态。一会儿，福宝蹲在妈妈的花园里刨土。福宝这个样子真像是在挖煤，挖完煤还不忘跑去妈妈那里，让妈妈验收一下成果。但福宝爬到一半没抓稳小亭子，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。福宝这一天玩下来，说福宝是个黑熊也不为过了。而爷爷则有的忙了，晚上要给福宝擦拭完身体才能下班回家了。上午宋爷爷用竹子给福宝和爱宝在小木床上制作了一棵圣诞树，但下午竹子圣诞树就被福宝和爱宝折断了，扔到了地下。刚开始福宝对着竹子很是好奇，福宝对着竹子和上面的节日卡片闻来闻去，仔细观察着。玩一会儿，福宝坐在地上挠了会儿耳朵，而此时爱宝忙于吃竹子。竹子圣诞树并没有让爱宝产生兴趣，福宝玩了一会儿也对其失去了兴趣。而等爱宝吃完竹子来观察竹子圣诞树时，爱宝只是对着竹子圣诞树的下面轻轻一咬，竹子圣诞树便倾倒了下去。因为爱宝发现竹子圣诞树上有许多的胡萝卜，站着吃太费劲儿了，不如将其折断，坐在地上慢慢吃。爱宝仔细挑拣着竹子树上的胡萝卜，爱宝先是将竹子圣诞树上的胡萝卜五角星给吃掉，之后开始吃竹子圣诞树上零星分布的小胡萝卜。这样吃胡萝卜，游客们的观赏感和爱宝的体验感都直接拉满。爱宝还聪明的将竹子圣诞树抬起来，看了看下面有什么东西。爱宝懂得食物搭配，吃过胡萝卜后，爱宝又吃了几口上面鲜嫩的竹叶。爱宝拉着竹子圣诞树上的绳子，一下给竹子圣诞树翻了过来。爱宝仔细挑拣这上面的竹叶，有些竹叶被爷爷用竹子进行了固定。爱宝一口咬下去，给一根绳子拉了出来。爱宝抓着绳子，将上面的竹叶给咬了下来。吃差不多后的爱宝来到了小木床上。爱宝发现刚才咬断竹子圣诞树时，小木床上还掉落了一些胡萝卜。爱宝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捡拾之后，爱宝走到饮水盆前喝了点水。而此时福宝已经在小树杈上
睡着了。而爱宝喝了点水后，没有着急睡觉，而是看着小亭子上的竹子，感觉自己还能再吃点，直到给自己吃到10分饱，爱宝才敞开怀抱，在小亭子上睡起了觉。人玩滑滑梯都是坐着滑，而福宝则是抱着滑。小时候的福宝胆子很小，妈妈睡觉一抬屁股，福宝都能给自己吓一跳。早上爱宝趴在小亭子上睡觉，而福宝则躺在一旁自己玩着。福宝不知从哪找来一团枯黄的竹子，放在嘴里磨着牙，而下一秒爱宝给自己换了个姿势，福宝却被妈妈的这个动作吓了一跳。不知福宝将妈妈看成了什么怪物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给自己缓了缓，然后慢慢走到了爱宝身边，想着在妈妈身边有安全感。福宝来到妈妈身后，一下侧躺了下来，爱宝给自己换了个姿势，和福宝依靠在了一起。相同的，福宝在爱宝身边，爱宝也安全感满满。爱宝也睡醒了，将福宝揽进了怀里。不过福宝此时的姿势刚好是屁股对着妈妈的脸，福宝用脚踩着妈妈的脸，在妈妈的头上不断折腾着，直到给自己从妈妈怀里折腾出去。下午宋爷爷来到园区，宋爷爷拿来一个竹筐给福宝玩耍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福宝看到宋爷爷来了，立马往滑梯上跑，直到爷爷走后，福宝才放下心来。福宝一个头朝下，从滑梯上给自己摔了下来，开始研究爷爷给自己的竹筐。福宝将头钻进竹筐里，查看竹筐里有什么好东西。福宝将头埋进去，仔细查看了半天，直到给竹筐打翻，也没有找到什么东西。原来竹筐里面是空的。福宝在竹筐里钻来钻去，亦或是用其磨磨牙。而另一旁的爱宝正吃着爷爷给自己准备好的竹子。从画面中看上去，福宝和爱宝的生活既平静又祥和。直到看到爱宝身心放松的躺进将爷爷的怀里，我才知道原来大熊猫真的可以无条件的相信人类。在爱宝坐月子初期，爱宝进食都会有饲养员们一口一口的对其进行投喂，而当奶爸对其进行喂食时，爱宝还会用感谢的眼神一直看着奶爸。爱宝此时就像是一个被爸爸妈妈宠着的大宝宝，奶爸夸爱宝的眼睛会发光，而奶爸也会为了爱宝能够吃得舒服，尽量将竹叶压在一块儿，这样爱宝在吃的时候，竹叶不容易散开。看爱宝吃舒服后将小脚丫搭在栅栏上的样子，真是无比的放松。当时间过去，熊猫宝宝们开始长大，爱宝不用再无时无刻的一直将其抱在怀里，爱宝开始放心的将其放到地下，自己去另一个房间喝水、上厕所等一系列活动。甚至爱宝有时会因为奶爸在旁边，会将熊猫幼崽交给奶爸帮忙照看一会儿，自己可以好好休息休息。甚至慢慢的，爱宝在自己吃竹子时可以完全放开双手了，因为有奶爸在，奶爸可以帮忙扶着自己怀里的熊猫宝宝，而这些表现都是源于对饲养员的充分信任。除此之外，眼神也是最不容易骗人的。每次奶爸来给爱宝喂食或来看望他时，爱宝总会将眼神第一时间锁定在奶爸的身上，直到看到奶爸缓缓向自己走来。当爱宝感觉到自己累了时，爱宝会俯下身躺在奶爸身旁，而这时奶爸也看出了爱宝的难受，则在爱宝身后伸手为其进行着按摩，使其缓解一下身体的疲惫。当奶爸想摸摸自己的怀里的宝宝时，爱宝也不会去抗拒，则是无条件的让爷爷去摸。爱宝是在两个奶爸的鼓励和赞美中度过坐月子的这段时间的。不管是爱宝的性格还是容貌，两个奶爸要是夸赞起来，能够一直停不下来。尤其是送奶爸的碎嘴子，对爱宝来说有时就像是催眠曲，能够在爷爷的赞美中睡去。奶爸抚摸着爱宝的脸，爱宝一点抗拒心理都没有。两个奶爸细节满满，而爱宝也是在两个奶爸这无私的爱意下，一点一点放下的警惕。是双胞胎熊猫宝宝名字的投票墙，现在瑞宝和辉宝这组名字投票数遥遥领先。依依还顺便让大家看了一下福宝的对排的到底有多长，只能用好长好长来形容。依依的视频快进了不知道多少倍，队伍根本看不到尽头，福宝可以堪称为巨星了。等排到依依时，咱们的巨星正在午休。依依欣赏了5分钟福宝睡觉时的模样之后，依依来到室外园区，碰巧遇到饲养员依依正在为福宝室外园区放置竹子以及窝头。放置完竹子和窝头后，依依又给福宝的饮水盆进行了清洗，将里面飘落的树叶给撇了出来。4点40时，福宝从通道门口走了进来。福宝缓缓走到小木床上，福宝不慌不忙的。福宝在小木床上坐好后，拿起窝头便开吃。福宝小口品尝，仔细咀嚼，充分感受着窝头冲击自己味蕾的感觉。掉落在自己小饭桌上的窝头残渣，福宝也舔舐干净。吃完窝头和竹子后，福宝无聊的来到了小亭子上。福宝呆坐在小亭子上，既不想爬树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
福宝就这样坐在小亭子上发了会儿呆，小亭子上坐累了，福宝便转身又坐在了地上。福宝着实无聊，福宝便向通道门口走去。福宝表示自己在室外实在不知道玩什么，爷爷就让自己回去吧。福宝坐在门口，试图让爷爷能体会到自己无聊的心情。这次福宝和爷爷的心灵感应是有用的。福宝回头跟姨姨们说了声再见，便转头走向了室内园区，而姨姨则继续排队去了。虽然此时已经5点多了，临近福宝下班点了，但人流量依旧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。等姨姨排上队时，福宝又无聊地趴在了小树上，看样子福宝是想一觉睡到下班。宋宝正在叫醒睡梦中的大宝，今天又到了双胞胎熊猫宝宝互换生活的日子，10天一更换，爷爷们每次都很准时。此时大宝在塑料箱里已经有点挤了，爷爷们再不更换大的都快放不下了。爷爷将大宝端着缓缓走向房间，大宝好奇地抬着头看着外面这五彩缤纷的世界。到达门口后，将爷爷接过熊猫宝宝。此时二宝已经在等姐姐了，10日一见面，姐妹俩都很想念彼此，而这次姐妹俩的颜色又有了区分，大宝更黄了。此时二宝明显比大宝老实一些，大宝不断和妹妹打着招呼。10天没见，大宝和二宝有很多话想说。当爷爷将其抱在怀里时，大宝一直吵着要爷爷和自己玩，而二宝则听话地看着前面，像个腼腆的小公主，而大宝则像一个调皮的小郡主。将爷爷记录完这段时间大宝和二宝的变化后，宋爷爷再次化身护卫，将二宝送回爱宝房间。宋爷爷中途还贴心地停了下来，让二宝观赏了一下这美丽的世界。观赏完，宋爷爷加速给二宝送回爱宝房间。来到房间后，将爷爷举起二宝跟爱宝示意。爱宝的另一个宝宝来了，爷爷将房间门打开，爱宝走到二宝身边，将二宝小心翼翼地抱起，开始给二宝喂奶舔舐身体。这次轮到二宝享受爱宝的母爱了。一会儿，宋爷爷再次来到爱宝房间，为爱宝收拾吃剩的竹子，以及对房间进行消毒处理。打扫完房间卫生，宋爷爷拿来体重秤为二宝测量体重。这时是9月25日，二宝体重达到了4.8千克。在将爷爷和宋爷爷的照顾下，2只熊猫宝宝都在快速长大，想必2只熊猫宝宝一起生活的日子也很快就能实现了。到看见宋爷爷为福宝制作的木头笔记本电脑，我才知道宋爷爷的手有多巧。这是爱宝在刚生2胎时不久，爷爷怕福宝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，特意为福宝制作了一个竹子电脑，让福宝打发时间用。里面的胡萝卜都没吃完，福宝就将木头笔记本抱在了怀里，之后甚至玩得4脚朝天，喜欢的爱不释手，抱着竹子笔记本到处打滚儿。而爷爷还细节地在笔记本上面画了3颗星星，示意是3星牌子的，毕竟不能忘记自己的金主爸爸。而福宝这次也很给面子，抱着爷爷做的电脑一直不松手。要知道福宝一家玩的玩具1半以上都是爷爷亲手制作的，比如最早时的冰镇竹靴的创意。福宝小时候和爷爷玩耍，特别喜欢抱着爷爷的靴子啃咬，所以爷爷便突发奇想为其制作了这个冰镇竹靴。再到福宝长大后过的第1个万圣节，宋爷爷为福宝制作了一个南瓜竹子扫把，巨型的扫把让福宝见了后大受震撼。而福宝看到爷爷对南瓜扫把的使用方式后，自己便开始尝试学着爷爷的样子去爬竹子扫把。福宝想像爷爷一样横坐在上面，最后凭借福宝自己的不断努力，不断的摔倒，不断的爬起，成功坐了上去。而爷爷看到福宝的成功，高兴的直夸福宝厉害。等福宝再长大一点后，宋爷爷为福宝制作了一个镜子，这也是福宝第1次见到自己的模样。福宝这时对镜子里的自己很是好奇，心想这里面怎么藏有一只大熊猫呢？在爷爷给福宝一家检查口腔问题时，爷爷又为福宝制作了一个竹子牙刷，表示让福宝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牙齿，只有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，才能吃更多的竹子和小零食，而只有吃的多多的，福宝才能长得大大的。除了关注福宝的身体健康方面，爷爷们还侧重于培养福宝的兴趣爱好，比如福宝的第1个技能弹吉他，爷爷用木头结合竹子，亲手为福宝制作了一个符合福宝体型的吉他。福宝开始对于吉他只是沉浸在了他是否能吃的问题上，而爷爷则在旁边细心教福宝吉他的部位名称以及如何去弹奏。而这些玩具只是宋爷爷做的众多玩具中的一部分，但已经可以证明宋爷爷的手有多巧了。福宝正努力地将自己翻到小亭子上面，福宝从大老远就看到了妈妈的大竹笋。福宝翻到小亭子上后，便将注意力放在了妈妈的大竹笋上。福宝抱着妈妈的大竹笋，磨着牙，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姿势，一会儿躺着啃，一会儿坐着啃。在福宝的努力下，成功给竹笋剥了一块皮下来。
而福宝并不满足于此，福宝抱着大竹笋继续啃咬着。一会儿，爱宝从室外走来，来到福宝身边，看到福宝已经将自己的竹笋都给剥好皮了。爱宝心想，福宝这是长大了。爱宝拿过自己的竹笋来后，惬意的吃了起来，而福宝则啃着自己刚才剥掉的竹笋皮，在自己脸上蹭来蹭去。福宝和爱宝一起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的样子，既温馨又幸福。一会儿，爱宝吃完竹子后开始在园区散步，而福宝则跟在爱宝屁股后面转来转去。爱宝走到门口，看奶爸有没有给自己开门。爱宝没有等来，奶爸给自己开门，将爷爷从园区上面给爱宝扔了一个大竹笋下去，但爱宝没有发现，将爷爷在园区上面不断提醒着爱宝，直到爱宝蹲在草丛里拉青团时，这才发现了爷爷扔下来的竹笋。爱宝蹲在门口吃着竹笋，顺便等下班。福宝看到妈妈在吃竹笋，表示自己也想吃，但爱宝并不想和福宝分享。一会儿下班时，爷爷来到园区，爷爷帮福宝捡走身上沾的竹子渣和落叶，而福宝则一副乖宝宝的姿态，抱着爷爷的手臂，想让爷爷和自己玩。爷爷给福宝清理完身体后离开，福宝则自己在小木床的角落又睡了一觉。福宝睡醒，来到小亭子，福宝想爬上去，结果却一脚踩空了，给自己从爬梯缝隙里摔了下来。福宝摔下来后被落叶沾满了全身，刚才爷爷白忙活了。等会儿福宝回家后，爷爷又要重新为其清理。爱宝无情的一巴掌给福宝从小亭子上扔到了地下。今天福宝到了下班点，又不想回家了。爱宝将福宝叼到小亭子边上，然后用手一推，就给福宝从小亭子上推了下来。被妈妈推下来的福宝还没有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，接着爱宝下来后，福宝又想爬回小亭子，爱宝只好再次折返，又给福宝从小亭子的爬梯上叼了下来，叼着福宝来到了门口。爱宝心想，这样福宝就会跟自己回家了，但福宝却不这么认为。福宝看妈妈回家了，自己掉头又回去了。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，又爬到了小树上。一会儿，将爷爷来到园区为爱宝放置新的竹子，而福宝就这样趴在树上看着爷爷干活。此时的福宝感觉室外远比室内要有趣很多。将爷爷放置好竹子后，来找福宝玩，将爷爷为了福宝的健康考虑戴上了一次性手套，这样爷爷就可以放心抚摸了。爷爷把玩着福宝的小脑袋，爱不释手的样子，感觉爷爷不管自己怎么撸都撸不够，而福宝这儿也没有反抗，被爷爷撸的一点脾气也没有。爷爷试图让福宝来树下玩，但福宝怕爷爷直接给自己抱回家，并没有理会爷爷。一会儿，爱宝休息完，再次来到园区。爱宝坐在小亭子上，一边吃着窝头，一边抬头看着树上的福宝。福宝则自己在树上跟自己玩着，解锁着躺在树上的各种舒服姿势。爱宝将小亭子上和小木床上的竹子都吃完后，也无聊起来，开始在园区闲逛。最后，爱宝无聊的走到小亭子上睡起了觉，而福宝则在小树上睡着，母女俩谁也没打扰谁。爱宝和福宝演绎了一场沉浸式睡觉。爱宝睡到一半又起来吃了会儿竹子，填饱肚子后再继续埋头睡去。等爱宝躺下继续睡觉没一会儿，爱宝又饿了，又起来吃东西，吃完又继续睡。而福宝睡觉则比较老实，中途只是换了几个姿势，没有从树上下来问妈妈要奶吃。宋爷爷今天带着圣熙阿姨来接福宝下班回家，爷爷和圣熙阿姨先给福宝收拾了一下竹子，而福宝在滑梯平台上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示意自己刚睡醒。宋爷爷伸出手，福宝下意识地向后闪去，爷爷揉了揉福宝的头，福宝看出了宋爷爷的意思，猜着就是要给自己拖回家。下一秒，福宝真的猜中了爷爷的心思，爷爷用力抓着福宝，想给福宝从滑梯上拖下来，而福宝紧紧抓着滑梯平台，试不下去。爷孙俩僵持着，但奈何福宝没有爷爷的力气大，福宝被拖到了小木床上，福宝反抗不了爷爷，便顺从了爷爷。福宝乖乖将手搭在小木床上的栏杆上呆坐着，此时从福宝的背影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听爸爸妈妈话的乖宝宝。福宝这个样子着实可爱，而圣熙阿姨也被福宝这可爱样子所俘获了芳心。福宝坐在宋爷爷和圣熙阿姨之间，活脱小孩的模样。爷爷在一旁给福宝拍视频记录着，而圣熙阿姨作为园区除两个爷爷以外的头号粉丝，圣熙阿姨伸手和福宝握手玩耍，福宝也很懂礼貌的伸手回应圣熙阿姨。福宝对圣熙阿姨产生了好奇，站了起来。一会儿，宋爷爷坐到了福宝身边，跟福宝谈回家的事情。福宝抓住爷爷的手和衣服，和爷爷贴贴，表示让爷爷再陪自己玩一会儿。福宝牢牢抱着爷爷，就是不想放手。爷爷抬头大笑，福宝也学着爷爷的样子抬头仰去。福宝想着，爷爷老抬头干嘛？天上有什么好玩的吗？
一会儿，圣熙阿姨也坐到了福宝的身边，福宝伸手也想和圣熙阿姨贴贴。一会儿，圣熙阿姨要离开时，福宝还有点不舍。福宝抱进爷爷的怀里求安慰，而爷爷觉得也是时候回家了。爷爷挥手和大家说再见，表示让大家先行离开。一早上来看福宝，刚来就遇到了福宝空中投放青团的样子。福宝坐在树上酝酿了好久，4、5颗青团从空中坠落，摔在地上后一团稀碎。福宝空中拉青团，明显比乐宝的自动马桶来的高端。福宝拉完青团后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外面好多人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一会儿，将爷爷来到园区，给福宝小零食，顺便清理了一下饮水盆，以及见证了一下福宝的杰作。爷爷走后，福宝从树上下来，走到了小木床旁。福宝发现了自己拉在小木床旁的青团，走上前又好奇地闻了闻，气味有点上头。之后，福宝径直走到了通道门口，让爷爷给自己开门。福宝在门口打了好几个喷嚏，福宝心想，肯定是有姨姨在嘲笑自己。福宝让爷爷赶紧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家。福宝表示自己刚才太丢人了。福宝迟迟没等来爷爷的开门。福宝在妈妈的小花园里转了一圈，可能是福宝是在找个合适的地方，准备挖个洞让自己藏起来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也在等待奶爸开门回家。乐宝站在竹子栅栏旁，仔细听着奶爸的脚步声，耐心地进行分辨，直到完全确认了奶爸的脚步后，乐宝走到门口，等待奶爸给自己开门，但通道门口并没有立马打开。乐宝接着将头顶在门上，继续仔细听着。乐宝这个样子，像是在和奶爸进行心灵感应，又像是人类幼崽分辨自己父母回家时脚步声的样子。不过这招好像很管用，乐宝的通道门很快便打开了。